在大理梅子之乡洱源县，这是一种流传了1000年的手艺。小小的青梅在指尖翻飞起落，精雕细刻，再吐去果核，轻启出花。这种堪比女工的国府制作工艺被称为雕梅，是当地白族姑娘自小就要拿下的一门生活必修课，据说也是过婆婆这一关的见面礼。每年6到8月是梅子集中采摘的季节，高山雪水灌溉，加之农家肥滋养，使这里出产的梅子出落得浑圆饱满。当地青梅品种多是盐梅和苦梅，肉厚核小，酸爽脆香，是做雕梅的不二之选。和酿酒用青梅不同，做雕梅的梅子是要在刚泛黄的时候采摘，只取个儿大的，小的是留给做烟梅用。当地雕梅的主流方法有2种，以浸泡与雕刻的先后顺序的不同作为区分。先雕后泡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直接在新鲜的梅子上进行雕工。梅子横拿，刻刀斜角从中心向两边划一个大 V 字，隔上半个指甲盖的宽度，再划一个 V 字，直到划满整圈。然后立刻将梅子泡入盐水，去一去酸气，刀印也随之泡淡。浸泡变软，即可取出去核。先泡后雕的做法看起来会显得一气呵成。提前浸泡好盐水的梅子，先雕出花纹，换把签子贴着里边转上一圈取核，再从空隙中挤出。这时候中空的梅柄只需用拇指和食指配合，顺刀口轻压，就能绽开出一朵锯齿状的小雏菊来。划刀的数量越多，出花效果就越好。当地小姑娘从小就跟着母亲学做雕梅，这手底生花的技艺将伴随着她们生命的不同阶段。雕好的梅柄还要加白砂糖揉搓，弱化咸味儿，才能装入专用的陶罐。整齐码入一圈梅子，撒一层糖，如此操作，层层交叠，一直铺满整个陶罐。最后以白糖封顶，再盖上碗，一到阴凉处静置腌渍。青梅生涩，唯有足量糖分的摄入和时间沉淀，才能在消除涩味的同时，保留自然的酸香。70公斤的梅子，加糖量在50公斤左右。放糖根据糖融化的节奏来，
看到最上层的糖化了，就再加一层，加到足量为止。腌上2个月，梅饼会逐渐变得橙黄透亮，雕梅就算做好了。雕梅一般都是作为果脯直接食用，酸甜爽口，生津开胃。不过，当地人偶尔也会拿它来入菜，比如最经典的雕梅扣肉，脂肪丰腴的3线肉先煮后炸，调以雕梅汁和酱油，放几颗雕梅，蒸至扒软酥糯，肥而不腻，让人大快朵颐。用瓷壁糊鲫鱼烧酸辣鱼，只是拿几颗雕梅代替糖醋调味，风味层次一下子丰富了起来，酸甜麻辣，汤鲜味浓。青梅翻作玉菊篮，尾味鲜趴落人间。而原丰饶水土上的这一颗颗真果，滋养着白族人世代相袭的好生活。